那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小芳放学以后背着书包，慢慢地走在回家的路上。街道上人来人往，车辆川流不息，偶尔传来汽车的喇叭声，空气里带着些许花香，也夹杂着小吃摊的香味。小芳哼着小曲，心情十分愉快。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，小芳看到人行道旁边站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。老奶奶拄着一根拐杖，神情有些焦急，却一直没有往前走。红绿灯变换了几次，身边的人们匆匆忙忙地走过，但老奶奶始终停在原地。小芳心里一动，想，这位奶奶是不是需要帮忙？于是她轻轻走过去，礼貌地问：“奶奶，您是要过马路吗？要不要我扶您？”老奶奶抬起头，眼睛里闪过一丝欣慰，她微笑着点头：“是啊，孩子，我腿脚不太灵活，一个人过马路有点害怕。”小芳立刻伸出手，扶住老奶奶的胳膊：“没关系，我陪您一起走。等绿灯亮了，我们慢慢过，不着急。”绿灯亮起，人群涌向斑马线。小芳扶着老奶奶，小心地迈出一步。汽车在路口等候着，司机们耐心地看着这对祖孙般的身影。小芳怕老奶奶走得太慢，就轻声安慰：“奶奶，我们不急，慢慢走就好。”老奶奶点点头，脚步虽然迟缓，但因为有小芳在身边，显得格外安心。终于，他们走到了马路的另一边。老奶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笑着说：“谢谢你啊，小姑娘。要不是你，我还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赶过呢。”小芳摇摇头：“奶奶，不用谢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”老奶奶慈祥地看着她：“你真是个懂事的孩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住在哪里？”小芳回答：“我叫小芳，就住在前面的小区。”老奶奶听了，更是感慨：“以后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善良又有爱心的人。”正说着，路边有几个人看见这一幕，也露出了笑容，有的还竖起大拇指。一个年轻的叔叔说：“小朋友真棒，现在像你这样主动帮助别人的孩子可不多见了。”小芳有些害羞，脸红了，但心里却暖洋洋的。老奶奶要继续往前走，她却坚持送了一段路。她帮老奶奶把沉重的袋子提着，还和老奶奶聊了几句。老奶奶说自己是去菜市场买菜的，手里提着土豆和白菜，走得有点慢。小芳边走边说：“奶奶，我帮您提一会儿，您轻松点。”老奶奶笑着点头：“真是太谢谢你了。”他们一边走一边聊，老奶奶讲起了自己年轻时的事情，说以前在工厂工作，每天早出晚归，还带大了好几个孩子。小芳听得津津有味，不时问几句：“奶奶，那时候是不是很辛苦？”老奶奶叹了口气，但眼神里带着自豪：“是啊，很辛苦，可是想到能让孩子们健康成长，一切都值得。”
小芳听完，心里对老人更加敬佩。不知不觉就到了老奶奶住的小区门口。老奶奶再三感谢：“孩子，真不好意思，让你费了这么多心。”小芳笑着摇头：“不麻烦的，我也正好路过。”老奶奶拉着她的手说：“以后常来玩啊，我家就在这儿。”小芳点点头，挥手告别。回到家的路上，小芳心里很踏实。她想起老师常说的话：“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。”今天，她体会到这种快乐，并不是因为得到表扬，而是因为看到老奶奶安全过马路时，心里那种温暖和满足。夕阳的余晖洒在街道上，小芳背着书包，嘴角挂着笑容。她知道，这一天会成为自己记忆里最温暖的一幕。